福建人，我太佩服你们了，怎么这么会吃花生？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，有哪些必须要吃的闽南特色美食？是百年猪农海鲜肉粽，还是乾隆爷吃过都说好的早餐面线糊？是用红头正番鸭搭配老姜和药材慢炖出炉的姜母鸭，还是花生酱、白糖与炭火交织而成的特色泉州烧烤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咱们全部都要。来都来了，跟阿喵一起吃遍这半成烟火半成鲜的福建泉州，看看能花多少钱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喵。阿喵现在来到了非遗城市福建泉州。要想好好感受泉州的人文历史和美食，一定要来东西街逛一逛。泉州又称温陵、四同、李城，这是一座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。而东西街坐落于泉州古城的核心区域，是泉州最早开发的街道和区域。唐宋时期，这里便是泉州的政治中心和商业繁华地带。时光荏苒，如今它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鱼骨状街巷格局，两旁的建筑融合了闽南红砖古厝、骑楼等多种风格，红墙瓦厝、燕尾脊飞檐，在岁月的洗礼下散发着独特的韵味。这里有被誉为闽南建筑大观园的开元寺，黄墙带瓦，双塔高耸，梵音袅袅。寺内的东西塔历经风雨，见证了泉州的兴衰变迁，是东西街乃至泉州的标志性建筑。东西街不仅是历史的长廊，更是美食的天堂。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闽南小吃。在泉州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东吃肉粽西吃糊，这肉粽就是烧肉粽，糊呢就是面线糊。那我现在在东街看到有很多这种百年老字号的烧肉粽店呢，我们去试一下。这个外形跟我们吃的一般粽子其实会有点像哦，但是它上面淋了甜辣酱和花生酱。泉州人真的很喜欢用花生酱。这为什么叫烧肉粽呢？重点在这个烧字啊，这个就是一定要趁热吃。没那么咸，它属于这种鲜甜口。这个鸡蛋是卤过的，烧肉。里面这个烧肉是甜口的，我感觉跟其他的肉粽可能差别不会很大，但因为裹了它的这个花生跟甜辣酱之后啊，这就是很典型的福建口味。里面有好大一块肥肉，但这个肥肉不腻，这是海味儿，这个是墨鱼干，所以吃起来就是海鲜的味道啊，干货。我们刚才说西街要吃面线糊啊，那就这个了，我们去试一下吧。这个面线糊呢，泉州人的一个传统早餐。西街非常多家做这个面线糊的，你看它非常简单啊，里面是一些这个真的是面线碎啊，碎碎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汤有点像羹，因为它里面加了这个番薯粉。这个面线糊本身啊，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像一个粥底，那里面就可以烫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阿喵选的是当地人吃的最传统的，就放这个醋肉。那当然，刚才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这里面什么都有啊，就是你想放什么都可以啊，万物皆可煮。所以喝一碗面线糊呢，你就可以理解泉州人的早餐文化。
它里面放了胡椒粉，果然是面糊糊，就是喝进去就是那种会有点黏吧。这个也是泉州很有名的一个美食，叫醋肉。你看那个街上很多人排队就是要吃这个东西。它跟面线糊呢是绝配。它腌制过的比较嫩的猪肉，上面裹了这个番薯粉，然后炸完了，应该是里面放了醋，所以整个肉吃进去呢，就是会有一点点像锅包肉的那种，就是会酸酸的。哎，当地人吃呢，还要放这个油条，好像北方人有吃豆浆蘸油条的习惯啊，一泡就有点软了。这个油条的外皮还是脆脆的，里面很吸这个面线糊糊。你会不会好奇，这样的早点是谁发明出来的？这就要说到乾隆爷下江南了。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呢，来到这个罗家村啊，就是已经非常饿了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可这个村呢，当时就是物资呢比较的匮乏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吃的。这个皇帝呢，当时就停到了一个秀才家门口。秀才家其实已经家徒四壁了呀。然后这个秀才的媳妇儿特别聪明，他当时啊一看家里面还有过年时候啃剩的猪骨头和那个鱼刺。他把它薅出来，洗了洗，就把它煲成了一锅汤，扫了扫，扫出了一些这个面线碎，啊，还有一些剩下的这个番薯粉。然后这个媳妇就把这个地瓜粉呢和这个面线碎啊糊在一起，还有刚刚那个剩骨头煲出来的汤啊，就糊了这么一锅这个面线糊出来，就给这个乾隆爷吃了。乾隆爷当时饿坏了嘛，一吃觉得哇，这个是太好吃了呀！乾隆爷很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，他当时一看这个碎碎的东西，他就问那个秀才媳妇说：“你这个龙须珍珠粥是个什么？怎么做的？”秀才媳妇一听，哎呀，给我起这么好名字啊！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这个呢是用上等的面线和上等的地瓜粉一边抖做的。”然后乾隆一看，哎，赏完以后呢，那个媳妇儿可能也没记住这个龙须珍珠粥的名字，他就把它改成面线糊，这么传下来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大家现在能吃到这个可口的面线糊呢，要感谢喜欢下江南的乾隆爷 ，respect。这个就是正宗的姜母鸭，里面真的就只有姜母和鸭。姜呢，在这边是叫姜母，这个鸭呢是番鸭，不是母鸭。泉州其实姜母鸭的发源地啊，泉州的姜母鸭，你看它是用砂锅焖煮的，里面基本上没有汤。这鸭肉特别的嫩。不知道你们对鸭肉印象怎么样啊？阿喵之前吃鸭肉，觉得这个鸭肉比较容易老啊，看这个特别嫩。它的味道呢是微咸，姜的味道真的很重，就吃下去就会有那个生姜的这个辛辣在你的喉咙里面。这个姜母鸭啊，在闽南一带是很流行的。那闽南的做法呢，跟这个泉州其实差不多。它在台湾地区呢也很流行。但据说啊，台湾的姜母鸭呢是汤锅，闽南这边的姜母鸭呢，大家刚看到的就是这种油滋滋的干锅。有机会的话，咱们也去台湾吃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区别。10点多钟，开始慢慢都要坐满，这个店真的生意太好了。吃这个姜母鸭啊，真的是趁热配饭，因为它那个这个焖的这个酱汁啊，很下饭。它酱的那个味道太好吃了。
的行李箱，大家都是游客过来，慕名而来吃姜母鸭的。你说朋友们如果要来的话，就找这种本地人喜欢吃的品牌啊，很多其实当地这个姜母鸭做的都很好吃。你别看它看着油啊，它其实吃起来没那么油，就是有点像广东那个豉油鸡，知道吧？吃起来只有香。据说这个姜母鸭里面的姜啊也能吃。可以，我还是吃鸭肉吧。这个是羊肉啊，这个什么里脊还是加糖的？对，你试一下。加糖跟加花生酱是一回事吗？你可以都加。哦 ，OK， 好，知道了。都大家都爱吃的。我问问啊，你们这个它刚刚还有什么加糖啊？对，花生酱本来就甜的，看你哦就不用加糖，就正常加花生酱就 OK，就可以都是甜的。然后还可以加辣。可以啊，如果你吃辣就可以加辣。你们本地人是怎么吃？按个口味，一般都是一点点微辣。那可以，就按照本地的口味做。可以啊，好的。啊，行。好香甜，为什么会香甜来形容烧烤啊？这是真的很香甜。它里面的烧烤呢，就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其实差不了太多。它最绝的就是上面涂的厚厚的这层花生酱，是老板是亲自做的这种纯花生酱，无添加。咬上去口感就外面一层花生糊糊，里面的肉呢嫩嫩的。福建人，我太佩服你们了，怎么这么会吃花生？我们今天还点了里脊、鸡胗、腐竹、脆肠，这是红柳羊肉，这两个我要重点介绍。就这个白色的年糕棒，这边叫白果。这个米血呢，就是糯米和猪血混在一起叫米血。这个其实你吃不出那个猪血的那个味道，还加那个糯米饭，上面其实也撒了孜然，配上花生酱之后，
我真的就是属于这种咸甜口，而且它这个放的还蛮辣的，这个比较合我口味。而且它的白糖呢，它并没有完全融化上去，所以说你吃进去还可以咬破那个白糖粒。白果上面也是撒满了孜然和辣椒粉，还有花生酱，配了白糖。虽然这个白果也是糯的，但是它呢，它的口感更加绵密一些，因为它的糯米是已经打成了这个粑状，而这个米雪呢，它的这个糯米你还能吃到是粒状。反倒这两个我感觉它花生酱味道没有那么重哎，花生酱羊肉，花生酱还是盖不住羊肉的那个膻味。花生酱脆肠，脆肠好吃，特别脆。哎，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你们北方吃火锅蘸那个麻酱？花生酱，这是腐竹，花生酱脆面筋好吃。花生酱里脊，你带入。对我们南方人来讲，这个真的很奇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烧烤都是很干的，很少见到烧烤上面居然还会放这么重的酱，但是它又很香。花生酱韭菜比一般的烤韭菜多了一股甜味儿，花生酱没有那么重，太好吃了。你知道为啥吃这么快吗？大冬天了，还没有小泥炉，没有小炭盆，你要不快点吃，就冷掉了。而且它后劲挺大的，刚刚不觉得它辣，因为它有那个花生酱和那个糖嘛，那甜味比较重。现在我吃多了之后，它那个辣椒味才上来，辣死我了。但是很好吃。